Hello， 大家好，我是桌遊菜鳥我們今天很高興要來談論這個遊戲 Brace Pittsburgh 那 Brace Pittsburgh 呢，在今年的4月呢，在 GameFound 上面已經結束它的集資，但是現在還有 Late Pledge 那它也創下非常驚人的成績，超過900萬美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中重度的策略遊戲有這麼驚人的集資成績了。所以呢，今天就趁這個機會，我們來為 Brace Lancashire 或 Brace Birmingham 的重度玩家們呢，來介紹這個遊戲 Brace Pittsburgh 然後呢，今天這支影片呢，是給已經會玩 Brace Birmingham 也大概知道說 Brace Lancashire 在幹嘛的玩家看的換句話說，我不會從什麼是翻面啊，什麼是連線啊，為什麼借錢很香這些基礎觀念開始慢慢跟你介紹。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 Brace Pittsburgh 到底是不是值得存在的第3款 Brace 續作我先把結論放在前面 Pittsburgh 不是 Birmingham 換成一個美國地圖也不是單純就把 Lancashire 變複雜，它保留了 Brace 最核心的幾個觀念，包括互相利用互相卡位，一起把經濟堆起來再互相收割。然後呢，他也把幾個 Brace 老玩家熟悉的規則重心重新再分配了比如說在 Brace Pittsburgh 裡面呢，市场不再是中央市场，資源不再有鐵可以瞬移美要連線啤酒看狀況，這種就是你在使用資源的時候，教學的時候還要特別講清楚的包袱。在 Pittsburgh 裡面，遊戲一開始就是鐵路時代了，而且你還可以在第1時代就開始修所謂的重型火車讓部分路線跨過時代中的時候不會被清場，繼續留在版圖上。所以說，如果 Birmingham 的魅力呢是啤酒製陶箱子工業把路線和售出堆成一堆亂麻的那種場景的話，那 Pittsburgh 的魅力比較像是地圖上的每個市場、每條鐵路、每個油井都在逼你重新估價。同樣是 Brace 呢，但它逼你問的問題會更空間化一點。每次你在 Pittsburgh 裡面做這些建設的時候，你都要去思考說，我現在的網絡接得到哪個市場？我賣煤呢，到底是要賣到2元的城市，還是想辦法接到4元的城市？我是不是要付 Vanderbilt 的天價運費，硬把資源送到我家，然後讓我用？這些問題呢，就是 Pittsburgh 的醍醐味那遊戲的主題雖然都在談論工業革命，但是它稍微有不一樣。比如說在 Lancashire 呢，主要講的是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棉紡煤鐵運河到鐵路的變化。那在 Birmingham 裡面，它把這個主題拉到西密德蘭，加入啤酒箱子製陶，讓賣貨變成更明顯的一個產業鏈策略。那 Pittsburgh 這次就跳到美國東北的鐵鏽帶那個時間大約是美國內戰後到20世紀初。那這個主題它不只是一個皮而已。在 Pittsburgh 的早期遊戲集資的一些消息裡面，你會看到出版社有特別出來澄清說，他們不想浪漫化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他們也承認工業成長背後有很多議題，像是勞工童工女性原住民黑人社群等等被剝削的歷史代價。所以你可以發現他們很多宣傳裡面提到這些元素的時候呢，都有輕輕帶過的感覺。也就是說，他們都會特別澄清說，雖然 Pittsburgh 你在玩的時候感覺會更 casual， 就是更歌喉，同時你資本主義的味道會更重，但是他不希望讓你感觉說你在玩 Pittsburgh 的時候就是当富豪好棒棒然後壓榨勞工是非常對的選擇等等這些事情發生。那出版社他更強調說，他希望用這個 Brace 的經濟互相依賴的框架去呈現一個非常強烈、非常殘酷，但也非常適合做成互相依存經濟遊戲的時代這樣。那在 Pittsburgh 裡面呢，你會一直聽到一些有名的歷史人物，像 Vanderbilt Carnegie Rockefeller 或者是 Frick。像 Vanderbilt 呢，他就拿來呼應了當時鐵路運輸跟昂貴的物流費用那 Carnegie 當然就是鋼鐵跟摩天大樓Rockefeller 呢就是石油管線跟煤油 ，Frick 就是焦炭。那這些都在 Pittsburgh 裡面不是單純的風味文字出版社 Rossley 呢是把這些元素呢具體的做成了規則，體現在 Pittsburgh 裡面那在 Pittsburgh 裡面呢，遊戲仍然分成2個時代，每個時代呢你還是會有手牌。
每一個回合還是利用手牌做2個行動，然後每個行動都要棄1張牌。那每一輪結束以後呢，一樣是花錢少的人下輪先動，然後依收入等級收錢或付錢。這些 Brace 的規則 DNA 都還在。那它时代結束的條件也是很 Brace， 比如說第一時代結束的時候，已經翻面的產業要計分，路線計分，然後第一等級產業移除，然後連線清掉，除了那些重型火車還會留着之外，那然後第2時代重新開始。第2時代結束以後會再計總分，所以這代表玩家你這次在 Peacekeeper 裡面還是要做那個熟悉的雙層規劃哈。第1時代你要卡位置、賺翻面、賺跳科技，然後第2時代去真正的爆發。好，那在行動方面，基本上跟 Birmingham 一樣，有 Build、有 Network、有 Developer、Sell 跟 Land。那最大的例外是你會發現 Scout 不見了哈。那對 Birmingham 的老玩家來說 ，Scout 其實非常重要，因為Birmingham 的老玩家常常會在你的手牌被卡死的時候，花一個 Scout 行動去換2張萬用牌。那在 Peacekeeper 裡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資源叫 Whiskey 啊，就是威士忌。那這是一個資源，你只要花一個 Whiskey 就可以把你的牌轉成萬用牌哈。那這等一下我們會專門的深入講解。那這個機制不只是修正 Scout。它是在整個牌運補償，甚至在後來我們還會提到，在 Peacekeeper 裡面有一種行動叫 Premium Sale 哈，就是高級貨物販賣的行動裡面 ，Whiskey 這個資源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哈。所以簡單來說，如果你已經對 Brace Birmingham 的規則非常的熟悉，那麼你可以放心哈，玩 Peacekeeper 你不用重新學習一套規則。你會在類似的規則框架上，只要想辦法熟悉這些新的元素，你就可以開始玩 Peacekeeper 了哈。那老玩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在 Lancashire 或 Birmingham 裡面呢，時代中場切換的時候呢，它是從運河切到鐵路。那這個機制其實很漂亮，因為它把工業革命的交通升級做成了一次毀滅跟重建。那第1時代的線會全部消失，第2時代會重新接。但是在 Peacekeeper 的時代背景呢，因為它已經不是運河了，所以它一開始就是鐵路。可是呢 ，Brace 還是會需要這種中場斷裂，否則2個時代的節奏會少一半。因此呢，在 Peacekeeper 呢，出版社的做法是輕型火車跟重型火車哈。那輕型火車可以先把你帶進地圖，它的功能就是 Brace 的老玩家很熟悉的路線概念，你可以拿它來接城市、接市場，讓你的資源可以售出，可以流動。但重型火車比較貴哈，然後重型火車跟鋼鐵的供應也綁得更緊，而且最關鍵的是說，重型火車在第1時代結束的時候，它不會被移除，那這件事非常重要，因為它讓你第1時代路線啊，不再是短期分數跟短期連線，你可以在 Peacekeeper 裡面把重型火車視為把第2時代路線的開局是預先鋪好的一個手段哈。你如果能在第1時代用很高的成本去搶到關鍵的鐵路，你在第2時代一開始就可能已經接近，比如說高價的市場啊。關鍵的城市啊，或油田，這個設計讓匹茲堡的第1個時代更像是一個投資組合。你如果想要拼短期現金流，你就蓋輕型的火車；你如果想要做所謂的跨期資產投資呢，你就會蓋重型火車。那重型火車還會有建造獎勵哈，而且在 Peacekeeper 裡面有一些特別的產業，比如說像 Locomotive Works 這樣的產業，會讓你因為建造重型火車而得到額外的分數。換句話說，在 Peacekeeper 裡面呢，蓋路線呢，不是每次都為了像老遊戲一樣接美、接城市、蹭連線分，而會成為一條你的策略線裡面需要被慎重考慮的重要的策略要素。接着是我認為 Peacekeeper 最有代表性的新系統哈，就是分散市場。以前在 Brace 啊，市場比較像一個共用抽象區，那像煤市场、鐵市場的位置感就沒有那麼強。尤其鐵大家都知道，在老遊戲裡面它不需要路線嘛，你可以用空降的方式直接拿。但是 Peacekeeper 呢，它這次就把市場呢直接放進地圖裡面。這次地圖上有6個市場，那內部呢有3個鐵跟煤的市場啊，分別有不同的價格。那外圍呢也有3個價格不太一樣的鋼鐵跟焦炭市場哈。那這會把 Brace 的供需從時機問題變成時機加位置的問題。因為在 Birmingham 裡面，你蓋煤礦的時候，大家會看煤價高不高啊，誰接得到，能不能直接賣掉，然後來決定要不要用你的煤，或者是來買煤。但是在 Peacekeeper 裡面，你對於資源的供需呢，你還要特別注意到說，你到底接到哪個市場？如果你只接到便宜的市場，那你蓋出一大堆煤，可能也只能賣2塊，而且市場容量只有2顆，剩下的煤就要留在你的產業板塊上讓別人用。那這裡就出現遊戲機制裡面的一個特別的機制，叫做 Vendor Build。那 Peacekeeper 在這裡很聰明哈，它沒有讓你因為沒接到市場就完全不能做事，你永遠可以讓這個 Vendor Build 直接送資源給你，可是你的代價就是你要付超貴的價格哈。
那沒接到市場還硬要買煤，那可能就是2-3倍以上的價格，你才能買到你想要的資源。那這帶來2個效果，第一個就是說，你在教學的時候當然會比較簡單，不會再有新手問說我為什麼不能拿煤，然後大家來花2分鐘解釋說哦，煤要連線啊，鐵不連線啊，啤酒看是誰的啊等等這樣。然後第二個就是說，玩家裡面如果做錯一些事拿不到資源的時候，仍然可以做，只是會很痛。這也代表說在 Pittsburgh 裡面，玩家對於資源連線的決策如果錯誤的話，大概容錯性也不會太高齁。所以 Pittsburgh 不會阻止你犯錯，但他都把你犯的錯折算成現金成本，那這一點非常 Brace 哦。所以在 Pittsburgh 裡面，你看市場的时候，不只是在看價格，而是在看整個地圖的經濟地形。低價的市場可以讓你有早期的安全供應，但是高價市場可能是你引擎爆發跟搶錢的關鍵哦。最後呢，這個 Vanderbilt 的高價資源買賣路線是你的保命按鈕，只不過你每按一次，都會感覺你自己正在向壟斷的資本主義低頭。再來，在資源管理上 ，Pittsburgh 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所有的 Cube 資源都用同一種運輸邏輯，比如說煤啊、鐵啊、焦炭啊、鋼鐵，全部都要沿着鐵路走。那這個和 Birmingham 差很多哈。Birmingham 的煤要連線，鐵不用。那啤酒如果用自己，有時也不需要連線，但是啤酒用別人的就要連線。這些規則對老玩家來說可能很熟悉，甚至會覺得有點美，因為它就讓這些資源有不同的性格，甚至有不同的故事可以說。可是其實對教學的人來說，它也很容易變成一種困擾。那 Pittsburgh 的選擇就是把這個困擾直接拆掉哈，反正你只要看到所有資源 Cube 都是重的，都要靠鐵路。可是不要誤會，這不是把遊戲變簡單哦，因為雖然規則變直覺，但是那個壓力就轉移到地圖的公共決策上。你雖然不需要記3套的運輸規則，但你要想，我現在的鐵路到底接得出哪一條資源的供應鏈？我的鋼鐵市場在外圍，那我的焦炭在哪裡？我的煤炭市場在哪裡？誰的路可以被我用？誰的路會被我幫忙計分？這也讓 Pittsburgh 更強調這個網路是經濟的核心概念。以前你可能因為鐵不用走路嘛，反正我需要鐵就直接買就飛過來了嘛，因此在 Birmingham 地圖上某些線的必要性沒那麼高。但是現在因為所有的資源 Cube 都要透過鐵路，你那個鐵路就像你的經濟血管一樣，誰只要控制你地圖上的血管，就能決定資源的流向哈，然後甚至也決定了別人的成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關鍵哈。那接着講石油，很多人會問說 Pittsburgh 沒有 Birmingham 的啤酒，那賣貨的這個限制感靠什麼去做出來呢？答案就是石油。可是石油不是隨便像在 Birmingham 裡面玩家蓋一個釀酒坊就可以生啤酒那麼簡單，在 Pittsburgh 被生出來。在 Pittsburgh 裡面呢，油來自油田，而且要透過管線把油田的油接出來。那這個管線要怎麼蓋呢？玩家在 Pittsburgh 裡面，你可以在 Network 行動裡面消耗鐵來建造管線哈。那這個管線就可以把某個油田接到城市。在 Pittsburgh 裡面，油田它不是一般的城市格，你不是在那個城市格裡面好像蓋一個產業板塊就好。在 Pittsburgh 裡面，油田比較像地圖上的一個很有限資源的節點。每個油田呢，可能就有1到3條的管線出口，所以多個玩家很有可能圍繞着同一口油井在做競爭哈。那石油的運輸在 Pittsburgh 也很有層次，這個石油要從油田進到城市，就一定第一段要經過管線，之後才能像其他資源一樣用鐵路運到需要它的地方。所以在 Pittsburgh 裡面，玩家的互動點就是說，石油到底會經過哪些玩家的管線，然後哪個玩家就可以拿到管線上印的獎勵。你可以用對手的管線，但是就等於付一個節奏或分數上的好處給他。這很像 Brace 一貫的那調調哈，就是我需要你，但我又不想讓你太爽這樣。那在遊戲裡面有一個產業板塊叫煤油板塊哈，它其實也是一條重要的產業線。那通常你在透過 Sale 行動要翻它的時候，就會消耗石油。那另外有很多的工廠貨物，你也需要石油來翻，因為它在主題上就代表說這個工廠會使用石油來當潤滑油或燃料。那這就讓石油變成全場共同競爭的一個賣貨的行動限制哈。那最有趣的是，這個油田還有一些特別的機制，比如說第一個蓋管線的人呢，會翻開這個探勘 token， 決定第一個時代後那口井還會增加多少油。這代表說，你早期投資管線不只是在搶一個通道，你也是在搶資訊、搶後續的供應。然後最後再講一個 Pittsburgh 裡面很有主題感的皇冠產業哈，就是 OECT 哈，就是石油城市。在 Pittsburgh 裡面，每一條產業軌的末端就會有這些所謂的皇冠產業，代表這個產業終局成就的特殊產業板塊。如果你今天看沒有軌的話呢，它最終的這個皇冠產業就是 OECT。那它不是蓋在這個普通的城市上，它會被蓋在
在油田上，那你蓋它的時候要付出很大的收入等級成本，直接降收入等級哈。那蓋完之後就會直接加3桶石油到那一口油田哈。那等那一口油田的油都被消耗完，它就會翻面，然後給玩家大量的現金哈。這個就是 Peacekeeper 這款遊戲很迷人的地方，它的規則不只是加資源，而是把歷史上的那種資本跟貨物的壟斷邏輯呢，直接變成地圖上的長線賭注，也是玩家們心理博弈一個很重要的點哈。那都講到 Rockefeller 的石油，當然不能夠忽略這個 Carnegie 的鋼鐵啊哈。在 Peacekeeper 裡面呢，他把這個鐵和煤的老 Brace 資源進一步堆成像是鋼鐵跟焦炭這種更高階的產業資源。你可以把鋼鐵理解成更進階的鐵，把焦炭理解成更進階的煤。他們不是單純換一個顏色的 cube 而已，而是會跟 Peacekeeper 裡面外圍的這些高價市場、工業升級、重型火車這些機制成本都綁在一起。在 Peacekeeper 裡面，玩家一開始蓋的鋼鐵產業板塊會輸出比較多的鐵，那這也是反映了真正高效率的鋼鐵工業還沒有成熟。但隨着玩家逐漸蓋越來越多的鋼鐵產業板塊啊，甚至後來取得焦炭，採用了比較好的工法之後，後面的產業板塊就會逐漸變成真正的鋼鐵生產。那當玩家去蓋鋼鐵的產業板塊的時候呢，這個產業板塊上面就會放鋼鐵跟鐵，而且會自動賣到連線到的鋼鐵市場。比如說，你最高等級的鋼鐵產業板塊，如果接到3個鋼鐵市場，而且市場都空着，你甚至有可能最高就賣到30塊錢。但是要注意哈，這不是中央市場的單純價格，而是看你蓋的這些產業板塊是否有沒有接到這些外圍的市場，然後這些市場是不是還有讓你賣貨的空間哈。那在遊戲裡面，鋼鐵產業板塊的這個皇家產業呢，就是摩天大樓。這個設計很精彩哈，因為它把鋼骨讓摩天大樓成為可能這件事做成了機制。體現在這個產業板塊的策略上。在遊戲中呢，你有機會解鎖2個摩天大樓板塊，一個在你蓋出第2級的鋼鐵產業板塊後會開啟，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在你蓋完2個4級的鋼鐵產業板塊以後呢，你就開啟。那他們成本很高，那如果你在蓋他們的時候需要跟 Vanderbilt 買鋼的話，可能會花到60塊的代價哈。但是摩天大樓的好處也很直接，他們就是預先翻面，而且你一蓋好就會提供立即的販賣行動。那這讓它非常適合當成時代尾端的一個關鍵一手，尤其是你想在最後一手把得分、連線、賣貨的節奏一次收掉，打出一個很強的 combo 的話，最高等級的摩天大樓還提供3個連線分會讓周邊的鐵路分數變得非常的可怕，是一招就是在尾盤的時候讓對手大吃一驚的 combo。好，那接下來就要講 Peacekeeper 的另外一個眾所矚目的新資源威士忌，就是 Whisky。那這是我覺得對 Birmingham 老玩家最有感的一個改，因為在 Birmingham 裡面啊，很多玩家因為牌運不好，你常會去做一個 Scar 行動把你自己的手牌換成2張萬用牌來花1洞補救。那在機制上有它的必要，可是在玩家的情緒上很像剎車，你常常會因為你要做一個這樣的行動，然後心裡不太舒服。那在 Peacekeeper 裡面，它到底怎麼處理這個隨機性呢？它就是透過 Whisky 這個資源來調動哈。那這個 Whisky Token 到底怎麼拿呢？它可以透過蓋某些路線，賣出某些產業來取得。當然，除了以上的方式之外，你還是可以跟伯明翰一樣，花一個跳過回合，棄1張牌，來拿到1個威士忌。這應該是取得威士忌成本最高的方式。在匹茲堡裡，透過剛剛講的方式，順便拿威士忌才是最賺的方式。取得了之後，你就可以花這個 Whisky 把你要打出的任何1張牌當成萬用牌，代表任何地點或任何產業。也就是說 Peacekeeper 仍然保留 Brace 需要牌的限制，但是他把這個牌運的保險呢，從一個行動的代價換成一個資源的代價。你不是花1洞抽2張萬用牌，而是預先在你的規劃中或行動節奏中，從你的版圖或產業拿到 Whisky， 等關鍵的時刻把牌變成你要的東西。那這個改動的好處就是說，它讓補救變成規劃。你如果知道自己要衝某條產業，或者是在第2時代開局搶某個城市的時候，你可以提前把拿到 Whisky 作為你的一個路線跟翻面的計劃中的一環。那這比 Scar 更不痛，因為它不是1洞嘛，那它也更有主題感，而且 Whisky 還不只可以用在牌在遊戲的規則裡面，我發現你也可以在有些工廠貨物或產業板塊，透過賣貨這個動作時候，會提供額外的星星值。那當你賣貨的時候，如果這個星星數量達到這種 Premium 貨物的獎勵板塊的需求的時候，你就可以拿一個一次性獎勵。那 Whisky 也可以加到這次販售動作裡面，
變成一個額外的新星，所以這張威士忌在手上呢就有了第二個用途。你不只可以把爛牌變萬用，還是留着做一次這種 premium sale 的動作。那對老玩家來說，這一點會改變你看手牌的心態啦齁。你不再只是問說，我有沒有正確的地點牌，而是問說，我的牌可能不好。那我有沒有一個策略是在遊戲的過程中拿到 whisky， 然後一方面來改變我的牌運，另外一方面也改變我整個中長線的策略規劃。那在 Pittsburgh 裡面呢，產業板塊也不是多幾種新的板塊而已，而是把這個產業板塊的產業軌跡是做得更像長期的承諾哈。在 Pittsburgh 裡面，每一個產業板塊的產業軌末端都有一個甚至多個所謂的皇家產業哈，那代表這條產業為日後發展出的最高成就。那這跟 Birmingham 某些高等級產業不一樣。在 Birmingham 裡面呢，你當然可能也會蓋到很高等級的產業板塊啊，但 Pittsburgh 裡面就更明確的把這些產業中級板塊做成一種說，你有認真把這條產業走到底，就能拿到很特別玩法的一種做法。我剛剛講的 OECP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然後再來是我剛剛也有分享的摩天大廈哈，那也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那這會讓 developer 行動的這個價值改變。以前做 developer 的時候，很多時候你會想辦法先跳過低等級的產業板塊，趕快進入高效率產業。當然，你在 Pittsburgh 還是可以做這件事，但可是因為 Pittsburgh 的其他元素，像是重型火車啊、新的市場啊，還有新的資源和新的機制等等，這些互相咬合，你 developer 的不只是單純的數值，而是整個策略路線。也就是說，你做了一些 developer 之後，你意味着你可能就要放棄掉某些策略路線。因此，在 Pittsburgh 的規劃感會比 Birmingham 強很多哦。然後，但是它的戰術性反應也更多。由於在 Pittsburgh 裡面分散市場的容量很小，別人一賣啊，價格跟可用的資源就變動很大。然後油田的容量很有限，別人一用呢，你的販賣的這個限制也會改變。那再來，在遊戲裡面鐵路的價值又不保證高分，別人把對鐵路分數影響很大，甚至讓你的鐵路很低分的產業板塊就蓋在你的鐵路旁邊的話，你的鐵路分就會被稀釋。所以通常你在玩 Pittsburgh 的時候很難像是 Birmingham 那樣，你一開局可能看好一條路線就想打到底，你幾乎沒有所謂的開局劇本，你要隨着玩家的互動不斷的去思考你的策略要不要變動。那這也呼應這一次設計師特別提到的說，他們很想要在 Pittsburgh 裡面不想讓玩家有必然正確的鐵路或自動 developer 的產業板塊等等這些套路性的打法。那每個產業板塊都應該有用。那玩家要自己找出他在 Pittsburgh 裡面，在這一個場面中這一局的用法。那 Pittsburgh 到底重度會不會比 Birmingham 更高呢？我的判斷是說，目前它的規則語言可能更乾淨，但決策不一定更輕哈。很乾淨的地方很多啊，比如說你看現在資源運輸也統一了，因為現在所有 Cube 都走鐵路。那市場雖然變多，但都直接在版圖上，不是一個抽象的中央區，而是分散在各地。那在教學的時候，可能在講規則的時候，這些是加分選項哈，也就是說你在教學的時候就不會再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不同的使用資源的規則這樣子。但是它的難度更重的地方也很明顯哈，比如說現在玩家你玩 Pittsburgh 一開始你就要很仔細的評估每個市場的位置啊、他們的容量啊、他們的價格，然後要評估第一時代要不要蓋重型火車，然後如果你走的路線跟油田有關，你就要看好油田的地方、管線的位置。然後這些管線的獎勵是什麼？那你還要把你的 whisky 存量跟你要不要做 premium sale 這個動作一起盤算。那這些都不是更多的規則例外，而是更多的經濟壓力這樣。那值得一提的是，這次 Pittsburgh 還有專屬的兩人地圖，也就是說，設計師為了讓兩人遊戲的體驗更好，還做了專屬的兩人規則哈。所以你如果問我一句，實際上 Pittsburgh 我的玩感怎麼樣？我會說，我覺得 Pittsburgh 算是更立體、更空間化的 Brace。因為你在玩 Birmingham 的時候，很常就是在抓那個產業鏈的節奏。可是，在 Pittsburgh 裡面呢，你不但要抓這個節奏，你還要更注意地理位置，然後更注意市場容量，更注意你的路線規劃，玩家的互動更直接，也更歌喉。最後，我們來分析你會不會喜歡 Pittsburgh？如果你很喜歡 Brace 的這個核心互動，可是你覺得 Birmingham 的這個啤酒的規則啊，或者是中央市場機制給你帶來一些固定套路的打法會打到膩，那你應該可以來注意 Pittsburgh， 因為它把很多的例外規則整理掉，你不用記那麼多奇怪的資源使用邏輯，但它同時又用分散市場啊、重型火車啊、管線啊跟 Whisky 把這個決策深度補回來。
那如果你喜歡 Birmingham 的原因是說，他每局從相對熟悉的路線中找節奏啦，那 Pittsburgh 可能會讓你更痛哦。因為基本上 Pittsburgh 應該是沒辦法讓你照劇本走的遊戲，因為它市場容量很小，位置又很重要，每個人蓋一條路線，蓋一條管線，然後做每一個販售行動都可能影響你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你現在可能有一個策略的盤算，然後你打算這麼做，然後你的上一家可能就只是蓋了一條鐵路，蓋了一條管線，隨便賣了一個東西，然後就讓你這一棟完全沒辦法這麼做了哈。那如果你喜歡的是 Lancashire 的乾淨跟刀感，那 Pittsburgh 可能也不是你會喜歡的答案，因為 Pittsburgh 更現代、更豐富，然後更注意玩家互動。它不像是就是去取代 Lancashire 的純粹，也不是取代 Birmingham 的經典節奏感，而是把 Brace 系統推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他想要把美國鍍金時代那種分散市場、壟斷運輸、石油管線跟鋼鐵巨構玩家間的心理博弈呢，徹底的呈現在遊戲上。所以我會這樣總結哈，要不要買 Pittsburgh 或者是要不要玩 Pittsburgh 的問題，不是它是不是比 Birmingham 更好這麼單純。真正的問題是說，你想不想在同一套 Brace 的骨架裡面去玩一個會用地理位置來懲罰你的經濟系統？如果答案是想，你覺得這個 idea 真是太棒了，那 Pittsburgh 呢，絕對會是你很喜歡的遊戲哈。以上這次就是 Brace Pittsburgh 的一個簡單的介紹。那它現在在GameFound上呢，還在做 Late Pledge，所以你還可以買到它。那希望這一期 Brace Pittsburgh 的簡單介紹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個遊戲，也希望讓喜歡 Brace 的廣大策略玩家們呢，有一個更簡單理解它的開始。那我自己呢，是非常期待這個感覺更歌喉的 Brace 版本齁，我是一定會入手一盒的哦。我是桌遊菜鳥，我們下次桌遊的相關介紹再見，拜拜。